从瓜地马拉的安蒂瓜离开后，我抵达到萨尔瓦多的首都圣萨尔瓦多城。我是由陆地入境，车程大约6到7小时。这条公路之旅风景优美，这里的乡下非常漂亮。沿路你可以看到美丽的湖岸、幽静的森林，还有在旁庄严的火山。而首都圣萨尔瓦多位于这个国家的中部地区。过来之前，我考虑很久到底要不要来，因为这里曾经有许多暴力的历史。圣萨尔瓦多曾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之一，该国的凶杀率一度位居世界前列。如今，萨尔瓦多的政府透过强硬手段应对帮派危机，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。萨尔瓦多有最高级别、全拉美最大的监狱 Shacode， 反恐怖主义监禁中心就在这里。目前，该国的凶杀率是全美洲最低的国家之一。现在，市区已经变成一座比较安定并且有活力的城市。我在这座城市的第一站来到了 El Rosario Church， 这座由着名萨尔瓦多建筑师 Ruben Martinez 设计的现代教堂建于1971年。这里当我下午过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已经抵达到这里，在外面街道绕了好几圈，才发现外面不太显眼的建筑就是我要去的教堂。从外部看，这座建筑是传统天主教与现代艺术表达的独特融合的工业风格教堂，可能显得有些简朴无华。当我进去后，才发现这座教堂的特别，里面以其令人惊叹的彩色玻璃屋顶而闻名。当下午的阳光透过彩色玻璃照射进来时，整个空间被五彩缤纷的光芒海洋所填满，创造出一种超凡的气息。就在中央广场旁，我就能看到圣萨尔瓦多大都会教座，是这座城市的主教堂。由于教区多次遭受地震破坏和重建，现在的建筑是1951年动工，1999年完工的现代教堂。当我进去这座美丽教堂的时候，便立即地发现内部有一幅描绘救世主耶稣的巨大壁画，由8幅主油画组成，尺寸为7.25圣以2.80米，描绘了基督生平的各个场景生活。这些画作是由西班牙艺术家 Antonio Garcia Ibanez 于1990年用油画创作的画作。他还绘制了主圆顶的内部壁画，圆顶上的壁画描绘了世界的救赎。壁画描绘一个天堂，在那里，圣三位一体，圣母玛利亚和圣约瑟夫，天使和所有种族和社会阶层的人们一起享受永恒的幸福，其中还包括动物和植物，以表明救赎的普遍性。广场的另一边是萨尔瓦多国家宫殿，
现今建于1905年至1911年间的宫殿是经过重建，曾经是国家政府的所在地。这是一座2层建筑，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主，但也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很哥德式的装饰。它的大门和其他青铜、铁质装饰均为新艺术风格。它的建筑混合了欧洲历史风格、独特的历史装饰、当地的传统文化，说它具有折中主义的特色也并不为过。它最初是为了容纳萨尔瓦多政府的3个管理机构及其各自的下属办公室而建造的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建筑物显得变得太小，无法满足其原始用途，各个机构都放弃了它。直到1980年，它被宣布为国家纪念碑，现在则是会定期举办艺术展览和文化活动。进去可以参观多个精心修复的房间，进去费用约为$5。结束后，建议也可以在周围逛逛，旁边有购物街、超级市场，还有传统市场，像是 Mercado XQRTL， 都是非常热闹的地方。我是周末的时候来的时候，很多当地人在外面享受阳光。广场上有许多家庭带小朋友来这里放风筝，大家带着开心的笑容。在这里的广场上，有些人对我示好、微笑，仿佛是在说：“欢迎来到我们的国家。” $1 隔天，我便前往 El-San 比特币海滩。从市区出发的话，需要转2次车。我是在巴士总站搭车 Terminal de Buses de Occident， 搭乘前往海边小镇 La Libertad 的巴士。这个地区就是大家所说的冲浪之都 Surf City。接着你再转车，留意到 El-San 的时候，跟司机讲你要下车，或者也可以搭乘 Uber。从首都出发，费用大约是$35到$40。来到这里，最主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想来看看比特币海滩。这里是萨尔瓦多接受加密货币作为官方货币的主要城镇之一。当我第一次了解有 El-San 海滩的时候，是在德国之声关于萨尔瓦多比特币的介绍。有许多旅者不知道这个海滩的存在，这里不是在一般的热门旅游路线上，可能旁边的 El Tunco 镇还比这边热闹多了，更多的游客。但是这里是该国的其中一个最有乡村魅力的海滩，质朴而悠闲，氛围低调。在2021年的时候，萨尔瓦多成为全球第一个将比特币列为法定货币的国家，与美元并行。至少在我2024年10月去的时候。但是在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施压下，萨尔瓦多于2025年1月修法通过了一项比特币法修正案，以取消比特币作为官方货币的地位。根据新规定，比特币将不再是货币，比特币的使用权改为自愿，商家将不再被强制接受比特币付款，政府也不再接受比特币缴税等。所以，
当我过来的时候，看起来比特币的设备并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的多。虽然依照世界其他地方的标准来看，这里的虚拟货币设备跟店家也算不少了，政府也没有放弃比特币。跟当地人简单聊了一下，即使是比特币海滩，似乎还是有许多人不使用虚拟货币，再加上当地的经济规模有限，以及数位钱包很多人不会使用，导致比特币一直在当地推广不起来。而然，大部分都是冲浪者知道这个地点，这里是在该国、中美洲，甚至可能是在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冲浪目的地之一。我不是一个冲浪玩家，但根据当地人的介绍，欧散有多种类型的冲浪点，因此对于各种级别的玩家来说，无论是初学者、中级玩家还是高级玩家，这都是一个很棒的练习地点。这座城镇的经济主要依赖冲浪。大部分的冲浪者都来自北美、欧洲和巴西，来此冲浪并参加冲浪课程。这里的收费价格较低，而且人潮不多。这个小镇很小，分成2个主要海滩区域，一切都可用步行到达的距离。你要去餐厅、便利店，或是只是在海滩放空都很方便。在另一边的海滩区，有很多建筑正在进行中，政府有计划将这里建造成世界级的冲浪圣地。必须说，萨尔瓦多目前没有什么旅游设施，没有什么所谓的热门景点。在拜访的时候，国外观光客也不多。如果你对户外活动有兴趣的话，除了这里美丽的海滩，你也可以去爬火山。这里有2座主要的火山可以爬。第一座是圣萨尔瓦多火山，当地人称之为 El Bacuran， 高1893米，距离市中心很近，仅约7公里。另外一座则是在萨尔瓦多第2大城市附近，圣安娜火山，是萨尔瓦多最高的火山，海拔2381米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这2座都是能用1日活动的方式去攀登。这里拜访结束后，也结束了我在中美洲的旅程。身为中美洲当中最小的国家，这里的景色还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圣萨尔瓦多是一个友善的城市，很难想象几年前这里曾是最危险的国家之一。现在，人们总体来说友好，特别是年轻人会主动跟我交谈。当地人喜欢美式文化，年轻人的穿着、使用的物品、爱吃的食物等，到处充满着美式风格的影响。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是他们正在改变，渐渐着在欢迎国外的旅客到访。来到这里才知道，这里是一个比我想象的好上许多的地方。好了，这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。